Hello，大家好，这一期我们来看这位螳螂绝活哥的一个刷野抓人思路，还有他出装符文推荐。这位螳螂绝活哥的话，到了赛季末就喜欢玩一些整活类的一些哈。这里面可以看到他出的装备就是第一件的话必须得输出装，不然的话他的刷野速度必须特别慢。选择的是这种叫什么魔宗，然后搭配星之康，机器怪怪的是吧？然后我们看一下他这局玩的怎么样吧。我感觉玩这种肉一点的出装的话，节目效果会更好一些。但如果对于上分来说，其实是没有太多益处的，所以都是放到赛季末才会有这种节目效果出现啊。这里的话刷野还是可以的，对方想来偷，但好像没偷成功。像现在这个版本，说实话，前期完全打不了的话，后期真的好难打。所以现在这个版本呢，你不能说全部英雄都挑那种后期英雄来玩。还是需要一些在前期起一些节奏。到了赛季末是吧？无论打什么样的分吧，大家玩的开心是最重要的。赛季初还说可以上分，大家要冲分，对吧？这边的刷野速度也很快。应该是4级变奏来去刷这个叫什么？对面梦魇直接飞了，开到这个大招的时候，一瞬间就知道这中单要凉。对方想来吃这个果子，只能帮对吧？上单守一下线。像玩这种肉的螳螂呢，其实在团战中呢，承担的作用是什么？偏功能性。说实话，一是去让对面的后排没那么舒服，二是能吃一些伤害，帮队友扛一些伤害，知道吧？所以每个时间段他打法都会有点不同，因为他那个赛季不像是一年一个赛季嘛。这里拉过来，对面也交闪，一个 Q， 挡掉了，可以。这中单玩得很好，值得表扬。特地走到那个螳螂面前。双路还蛮强的，就是蛮激烈的。说实话，虽然说前期劣势了，但是吧，这边多多少少能打回来，有来有回的那种。这过来反对面野，这种情况下千万不要去草里面去找那个野，刷那个野。对方来了，直接 Q 接成。可以看到螳螂的这个刷野的这个就是快啊。
回家。待会可以去刷上拜。哎呦，对方一个一闪打断了。在那种间隙啊。像出肉装的话，其实你要只要你有起到作用，然后比如说能扛到伤害，能让对方射手没玩的那么舒服，这其实就不叫混。混是什么意思呢？混的意思呢是你在整局里面，就是这个团战里面，其实你看似在那里吃了，就是说就无效的，就无效输出和无效的那个，比如说你一个射手，你一直在打肉。然后后面团战赢了，然后这局里面，比如说你是一个肉，你永远都是吧？永远都是队友不想打的时候，你就上去扛一些伤害，然后你残血跑回来，然后队友4打5，然后你就在那旁边是吧？给一下技能，队友在那互相拉扯，在那打，这就叫混，知道吧？就比如说你给不到控制，给不到扛伤，甚至帮助不了队友，这就叫做混。这里在吃到果子啊，对方很凶啊，这伊泽瑞尔刚刚已经很细节了。对面的锤石玩得很好，你看他那个勾，还有每次给到的一些控制。你说这个辅助在混吗？不是混。这里跳过来咬掉一个，对面打团打太久了。那这边过来再咬一个，剩下一个。收掉人头，3杀到手。其实这个塔的话不好推，赶紧回去把自家野区资源刷一刷，因为野区资源基本上没怎么刷的，后面是一直在打团。刷完以后应该是能做个新之钢出来，回去做个新之钢，再刷上半野区。像现在到了赛季末倒数了，还有2天吧，就2、3天吧，就到了要赛季末了，赛季结束了。是17号是7号结束，我好像有点搞混了。
应该是17号，还有个十来天吧，搞错了 ，sorry， 是我搞错了，是1月17号啊，在国服的话，你们那边不知道多少，应该会统一吧。像这个版本，这个整体赛季的螳螂来说，其实并不是很差。但有个点就是螳螂，有个点就是刷野确实真的很快，但是唯一差的就是它没有像盲僧和南刀泰隆这么灵活。对面锤石真的很会给那种就是找机会。其实这局如果没有对面锤石，可能已经游戏一面倒了。这里故意卖一下身位，想刚一手，但没刚到。说实话，玩新之钢螳螂，队友没有优势的话，就只能打后期，拖后期去打。这种情况下入侵不了对面的野区，只能是被对面入侵野区的话，这种情况下一定要把自己野区刷掉守好。你看对面会不会来 F4 这边找事情？梦魇又飞了，飞到哪里？维古斯中路被抓了。又勾到，刚一手，再刚一手，有大招隐身拉开，再刚一手。对面上来，一技能跳开。说实话，没有新之刚，这个身板真的扛不住啊！新之刚加配这个死亡板甲，对面物理伤害比较多嘛，这局。除了加里奥有 AP 伤害，如果对面 AP 伤害高的话，第三件的话可以选择做这个自然之力啊。但这里面你看没有扛伤，然后输出也打出来了。这把的话不能出全肉了，可以看到他最后就是第三件的话应该会做这个兵刃。要补一些输出，队友的就如果说你想玩肉螳螂哈，你就第一件一定要输出的，然后后续的话你就看队友靠不靠得住，靠得住的话你就做肉，然后这样的话玩就是扛伤害，然后打补点输出，让队友玩的舒服一些，然后你也没那么累，就是比较休闲的玩法了。这里对面肯定飞螳螂，一大招潜行反打，跳过来，不要吃对面大招伤害，用2技能远程 poke 一下，让剑魔这个，哎呀，可惜还是死了，这个中单没救到。
蛮王的话是一直在带线的，正面其实输出队友的话好像不太好找到那种输出很好的空间了。星之刚这样的话，对面这个加里奥是保不掉了。刚一手剑魔下来，剑魔是没大招的。哇，这里集火打螳螂，一技能拉开，直接放弃泰坦，然后来拿小龙，我就知道。哎，对面梦魇去了上路的话，那小龙有机会拿吗？对面赶得过来，应该是。哦，直接找这个螳螂，找机会。啊，不是找这个伊泽瑞尔。啊，对面把大龙给拿了。好像第一条小龙也没拿到，那这样的话，小龙就没什么太大压力了。哦，对面拿了一条龙了。那这把没有龙魂，还好。8-3-6，确实能扛能打，但熟练度不够的话，不要这么去玩。这样子玩螳螂，说实话，在低分段是很受罪的。对面飞过来嘛，啊，选择去抓上路的那个蛮王了。这里面就看到了，剑魔去抓剑魔，永远都有队友在身边。你看加里奥跟那个梦魇两个人都是半个地图的支援大招，支援型的大招，抓单其实很难抓单的，而且对面的冲阵很厉害，唯独差的就是 poke， 就是前他们不好打的就是那种叫什么，那种正面团的话，但是又有剑魔。其实蛮王现在这个版本还是要回归打团。你就像之前有个队友说带线，你看，我就问你，这局上单带线能赢吗？根本就赢不了。你永远拿不到大龙资源，拿不到中立资源，你怎么赢？啊，请告诉我。然后跟我说啊什么？这英雄啊，九哥什么啊，又不会带线，又怎么样？这个版本，你到中后期你一定要打团。你看现在的蛮王、绝活哥，甚至很多上单，他们都是要选择去打团的。单带只是能扩大自己优势，或者说减少自己劣势的一种方式，而不是胜利的关键。关键是在哪里？关键是要为了拿龙，拿中立团。啊，对啊，这边就看没有，就一直带。然后你就反驳我说，你单带对吧？然后就反驳我说啊，我不单带，怎么来优势呢？对吧？我单带以后啊，再赶过去不行吗？什么什么的。哪有那么多事情？就如果你晚一步，然后团开了什么的，对吧？这里的话，绝活哥这边的话也是跟那个吵起来了。我这边的话是听着他们吵架，我很安静的听着。
其实蛮王在正面团战能吸收一些伤害的话，这个团战其实还是很容易打的。你看这波梦魇他们飞的话，他都不好飞，一旦被单抓，对吧？或者说龙团的时候你赶不过来，这种情况下你就完了，出事了。你看这边正面团，他只要扛到伤害，队友就完全可以有机会，然后这不就赢了？但是你可以看到，中路和兵线都已经过去了，这种就有时候你就要放弃一些资源，而保证自己赢的一个机会，就是这样子。这里的话直接扛塔拆塔就行了。好，第一局的话就到这了，欢迎大家的收看。然后后面还有3局，可以接着往下看。